2030年6月21日，一场特大暴雨席卷全球，没几天，城市变成了一片汪洋，无数人死于非命。最开始，人们以为只是一场洪灾，没想到竟是末日的序章。手上一阵剧痛传来，我瞬间跌倒在地。此时的我被自己最信赖的2个朋友活生生剁掉了双手，手指上的戒指也随之重重落地，却丝毫没有损伤。而旁边的陈其寿如获至宝地捡起戒指，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。刘欢欢，既然你还是不愿意做我的女人，那就留不得你了。表哥，是他自己不知好歹，死了活该。早知道他爹那么狠心，连一口面包都不肯给，咱们就早点动手了，也不用饿这么久。我倒在地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，这2个在天灾末日里一直与我并肩作战、艰难求生的伙伴。你看什么看？我那个所谓的好朋友刘璇儿松开环着陈其寿的手，拎着剔骨刀向我恶狠狠地走了过来。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想把你这小脸蛋给划烂了。语毕，手起刀落，地上的我失血过多，早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只觉得生命在巨大的痛苦中一点点流逝。弥留之际，我听到刘璇儿娇滴滴的声音：“哥，今天我们有肉吃了。”这一刻的我无比后悔，自己怎么就这么傻，没有早日看穿这2个豺狼虎豹的真面目。末日求生4年，再艰难我都活了下来，最后竟死于朋友背刺，好不甘心。如果能重来，我一定不会饶了他们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环顾四周，却被眼前的景物震惊。这是我末世前住的房子，我不是被陈其寿兄妹杀了吗？怎么又回到了这里？周围的温度舒适又温暖。自从那突如其来的天灾降临以后，整整4年，我都没有体验过如此舒适的温度。我诧异地拿起身旁的手机，2030年6月18日，这不是末日来临的3天前吗？什么情况？我明明死在了2034年才对啊！2030年6月21日，一场特大暴雨席卷全球，没几天，城市变成了一片汪洋，无数人死于非命。最开始，人们以为只是一场洪灾，没想到竟是末日的序章。暴雨、洪涝、极热、酸雨、大雾、地震、极寒，一场场极端天气将人间变成炼狱。整整4年时间，我艰难求生，直到死亡的时候，天灾都没有结束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在了末日来临的3天前。我狂喜，然后猛地低头看向手上的翡翠戒指，要不是有这个戒指，或许我都活不过末世的第1年。我咬破右手手指，将血滴在戒指上，下一秒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我的意识里出现了1000平左右的空间，一侧是白茫茫一片的空道，另一侧是一个占地100平米左右的小洋房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还好空间与我一同重生了。上一世天灾中，我被邻居入室抢劫，受伤流血，滴在戒指上，偶然解锁了空间。只要我用手触碰的东西，都可以被收进这个空间。空间的小房子里有水电燃气，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躲在里面，但每天只有1小时的时间，超时就会被踢出空间。而房子外面那部分空间，活物无法进入，只能通过我的意识存放物体。这部分空间的时间是静止的，可以给存放的食物保鲜。上一世，每当遇见危险，我就带着陈其寿、刘璇儿躲进空间的小房里，才得以在末日里存活4年。这空间可以说是末日生存的开挂神器了。奈何上一世我解锁空间时，末世已经来临很久了。不光我没什么物资，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弹尽粮绝，根本没什么食物可以存储。我只能跟陈其寿、刘璇儿一起到处搜寻物资，然后把搜集到的东西存在空间里，以避开其他人的抢夺，才勉强活了下来。刘璇儿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又恰巧住同一小区同一栋楼，而陈其寿是刘璇儿的表哥。通过他认识我以后，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虽然我明确表示拒绝，他还是锲而不舍的示好。天灾来临后，3人既是熟人又是邻居，自然抱团生存。渐渐的，我已经把他们当成了并肩作战的伙伴。谁成想人家只是听说我家境优渥，妄图利用我从老爹手里拿到生存物资。奈何我那渣爹不是什么爱女心切的慈父，而是一个翻脸无情的凤凰男。我读大4这年，母亲心脏病突发离世，我爹刘少庆继承了我妈的亿万遗产和公司后，瞬间露出真面目，不但带回来一个女人，还和他有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私生女，把因丧女之痛病倒的外婆气得直接撒手人寰，甚至连我这个女儿也不管，直接断绝关系，赶出山顶别墅。好在母亲在世时给我在月明风清小区买过一套房，总算有个容身之处。然而我还沉浸在家变的悲痛中时，天灾就来了。末日降临，我爹所在的山顶别墅区地势高，敏锐的妇人们在大雨初期空运了许多物资，因此末世里过得还算可以。于是挣扎许久，弹尽粮绝的我带着陈其寿兄妹历经千难万险走到山顶别墅，想求渣爹救命。没想到我爹刘少庆一如既往的扎到底，守着新妻女和他的粮食，连一块面包都不肯给我，半点不在乎我的生死。而陈其寿和刘璇儿眼见我再无利用价值，立刻露出真面目，想强我戒指里的空间，甚至最后将我分解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戒指已经滴血认主，就与我牢牢绑定了，即便抢走了我的戒指，也无法得到我的空间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空间，他们还能活多久。虽然很想立刻去找2人报仇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去囤生存物资。天灾还有3天就要到了，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。至于那兄妹2人，就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末日里苦苦挣扎，那比干脆的杀了他们有趣多了。还有那个渣爹，上一世的我已经惨死，他的生身之恩已经烟消云散，我内心冰冷。重生一次的我不会告诉他即将末世的消息，且看他抱着别墅区那点资源够不够他们一家活一辈子。这一世我要顾好自己，珍惜这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在末世里也要潇洒快意的活下去。我打开手机查询银行卡余额，刚好80
10万，还好刘少庆赶我出门时没有收缴我全部的零花钱。上一世这些钱在末世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数据和废纸，这一世我要把它们全部变成物资，发挥最大的价值。时间紧张，我赶紧用手机备忘录列了个囤货清单，随后便匆忙出门。小区里遛弯的老人正三三两两的聚在一块唠家常，小情侣牵着手在林荫路下悠然散步，脸上洋溢着幸福。我不禁心生感慨，这样和谐美好的场景，我有多久未曾见到过了？只可惜再过几天，这般美好的画面都将化为泡影。我加快脚步来到小区附近的租车行，租了辆轻型载货车，直奔临北市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。我最先来到粮油区储备主食，在天灾中，哪怕一无所有，只要有充足的米和水，便能维持生存。我买了80斤一袋的大米1000袋，各类面粉1000袋，土豆、薯粉2000斤，玉米1000斤，各种豆子300斤，燕麦、荞麦等各种杂粮300斤。这些主食足够3口之家吃上几10年了。虽说我仅孤身一人，但还是多购置了些，多余的部分日后可用来置换其他急需物资。毕竟在末世，粮食就是硬通货，洪涝后期，一袋发霉的米都能换来无数物资，蔬菜瓜果则不便用于置换，毕竟空间有保鲜功能。末世几年后还能拿出新鲜蔬菜，定会引人起疑。有了刘雪儿他们兄妹的前车之鉴，这一世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空间的秘密。囤完主食，我又去买油，5升1桶的油，豆油、花生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、芝麻油、橄榄油等一共买了800桶。接着来到旁边的调料区，盐、红糖、白糖等各300斤，酱油、料酒、陈醋、米醋等各300斤，其他调味品、鸡精、味精、辣椒粉等也都买了足够的量，还有各种半成品调料、火锅底料、烧烤料、腌肉料、酸菜鱼料、各种酱等。我用租来的轻货车将这些东西运送到郊外无人之处，避开监控收入空间，来回回跑了8、9趟，才终于全部收完。刚想继续去囤肉类和蔬菜，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。我这才想起自己光顾着囤货，忙活一上午了还未曾进食。作为在末世饿怕了的人，我果断停下买的节奏，决定先填饱肚子。来到离批发市场不远的小吃一条街，一时间竟看得眼花缭乱，炸鸡店、奶茶店、烧烤店、川菜馆、肉蟹包、手擀面，这哪是饭店，分明是我末世4年里日思夜想的美梦啊！我挑了一家菜系最全的饭店走进去，点了8菜1汤，京都烤鸭、四川麻婆豆腐、东北锅包肉、西湖醋鱼、东坡肉、蒜蓉娃娃菜、辣子鸡、干煸豆角、排骨莲藕山药汤。负责点菜的服务员小妹妹一脸惊愕：“美女，您一个人点这么多菜？”我一脸镇定地说道：“我请朋友，他们还没到，你先上菜吧。”菜上的很快，荤素搭配，咸甜适宜，菜量也颇为可观。半小时后，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筷子。天知道末世的这几年我有多怀念这些美食，别说这般色香味俱全的可口饭菜了，就连一口过期面包都要与人争得头破血流。末日里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只能吃土，并非网络上调侃的穷到吃土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吞咽地上的泥土，干巴巴的吞下去，吃多了难以排便，难受至极。许多人甚至因此被活活憋死，但若是不吃，饿死的速度更快。我比任何人都深知食物的珍贵，挥挥手叫来之前的服务员小妹妹：“朋友们不来了，给我打包吧。”我拎着打包盒回到车上，趁无人留意收入空间。虽说很想再囤些小吃，但农贸市场那边关门早，还是先回去买菜，等晚上再来。回到批发市场，这次我直奔肉蛋区，鸡蛋要了8000枚，鸭蛋、鹅蛋各4000枚，鹌鹑蛋3000枚，猪肉500斤，牛羊肉各300斤，鸡鸭各500只，大鹅300只，全是处理好的。除此之外，还单独买了大量的鸡爪、鸡翅、鸭舌、鸭脖、鸭肠等，日后可用来做卤味。末世之前，我最爱的便是一边看剧一边吃辣鸭货。重生一回，我不仅要填饱肚子，还要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接着我又来到海鲜区，买了各种鱼类共1000条，各种虾类共500斤，蛏子、蚬子、牡蛎等各种贝类共300斤，软体类的鱿鱼、八爪鱼等也都购置了一些。荤菜准备妥当后，我又来到蔬果区，菠菜、韭菜、生菜、芹菜等各种绿叶菜2000斤，黄瓜、冬瓜、南瓜等各种瓜类1000斤，大白菜有解毒功效，来800斤，番茄、茄子、豆芽、萝卜、豆角等共1500斤，香菇、金针菇、木耳、银耳等各种菌类800斤，葱姜蒜各800斤。到了水果区，我只挑选了自己喜爱的几种，苹果、梨子、草莓、蓝莓、香蕉、橘子、柠檬、桃、葡萄、荔枝、榴莲、西瓜、哈密瓜等，一共买了6000斤。市场品种齐全，虽说有一些是反季水果，但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此时不买，日后可就吃不到了。一下午时间，我都在购买食物，开车拉走，收入空间中循环往复。食物采购完毕后，我立刻赶往本市最大的服装百货批发市场。衣服无需多买，家里衣柜中的衣物已然不少，只需购置些每年需换新的即可。末日里也不讲究款式，方便舒适就行。春夏和秋季的衣服、裤子、裙子每种类别各300件，凉鞋、拖鞋、运动鞋、皮鞋等各种鞋类300双，主要购置冬季的保暖衣物，因为极寒来临时，厚实的衣物如同自身的血肉般重要。正值夏季，冬天的反季衣物价格颇为便宜，许多都是半价。我把羽绒服、羊毛衫、厚棉裤、帽子、围巾、棉手套等都准备齐全，大棉鞋、雪地靴、厚袜子等也都一一购置。最后是基本的日用品，牙膏、牙刷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洗衣液等各种洗漱用品多买一些，厚被子、枕头
头、床单、枕套等各种床上用品各来50套，还有锅碗瓢盆、垃圾袋、剪刀、打火机、一次性餐盒等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。我四处闲逛，看到什么都大量购入，最为重要的卫生纸、卫生巾等卫生用品更是直接拉了满满一货车。想到极热时蚊虫肆虐，我又去买了一些杀虫剂、蚊香、花露水、雄黄粉等，还有极寒时的暖宝宝、热水袋等也没有遗漏。我把能想到的东西都买了，却仍觉得有所欠缺。毕竟要用这几天时间为未来的几十年做准备，实在难以做到万无一失。但此时已经到了市场的关门时间，我只好先带着未尽兴的感觉收手，把所有东西分批运到无人的郊区，收入空间。折腾了一天的我疲惫不堪，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，坐在车里闭目养神。嗡嗡，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我摸出手机，点开微信看了一眼，不禁皱起了眉头，是陈其寿发的消息。欢欢，我搬到了雪儿的对门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诚挚邀请你们明晚来801做客，我烧几个菜庆祝一下。我扫了一眼，直接删除好友，然后拉黑。你们都把我杀了，还请我去吃乔迁饭，脸呢？狗东西，早晚吃你的断头饭。我深呼吸，不要被这个贱男影响心情，莫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然后启动车子，开往了白天那个小吃街。晚饭还是在外面解决，毕竟末日降临后就没法下馆子了。我找了家烧烤店，大吃特吃，然后又打包了许多烤串带回车里，悄咪咪的收进空间。随后买了杯奶茶，在街上逛了起来。虽然之前囤的食物够我吃了，但是末世以后这些好吃的可再也吃不到了。我喜欢研究美食，所以做饭的厨艺还不错，但很多东西自己在家根本做不出来那个味道。麻辣烫、米线、螺蛳粉、小龙虾、披萨、汉堡、蛋糕、煎饼果子、小笼包、奶茶，爱吃的这些每种都购入100份，也花光了卡里最后的钱。我算了算，农贸市场消费了54万，服装批发28万，各种日用品14万，剩下的都用来买小吃了。东西还没囤完呢，这钱可真不经花，又没买奢侈品，买点柴米油盐80万就没了。不过我一点不慌，心里很快有了搞钱的主意。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可以薅羊毛的大户，明天就去薅大户。现在天色已晚，商户全都关门了，先回家休息。我用意识查看了一下空间里成堆的物资，安全感爆棚。面对不知要持续多久的天灾，充实的物资就是最大的底气。照这样的速度，暴雨来临之前足够把清单上的东西买齐。我心情放松了不少，驾驶车子往家开去。另一边的陈其寿等了好久也不见回复，于是右边急了个笑脸，发送后跳出了红色感叹号，叮，对方不是你的好友，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。此时的陈其寿一脸惊愕，什么情况？虽然欢欢一直没有答应我的追求，但好在有表妹刘雪儿的关系在，我一直对她也算礼貌，怎么突然删除好友了？陈其寿赶紧重新添加，却发现添加不了，这是把我拉黑了。我什么时候得罪到她了？第一次见到我时，陈其寿就觉得我漂亮，又听他表妹说起学校大4实习的公司就是我家的产业，便知道了我是个富家千金，还是一个独生女。所以陈其寿对我的态度一直是温和又耐心的保持着边界感，就像一头猎豹时刻潜伏，等待出击的一刻。陈其寿赶紧给表妹打电话，雪儿，欢欢把我拉黑了，你打听一下怎么回事？拉黑？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所以让你帮我问问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刘雪儿挂掉电话，一脸烦躁。这个刘欢欢真讨厌，不就是家里有几个臭钱，装什么呀？长得漂亮是不假，但那冷冰冰的样子哪里好看了？大学时别的女孩子都参加琴棋书画的文艺社团，她可倒好，学什么散打，1.7米的大高个，本来就不娇美，还把拳头舞得虎虎生风的，哪有刘雪儿娇媚可爱啊？要不是她家境不错，还一个本科生，怎么配得上我不是在读的表哥？表哥文质彬彬，气质出众，学校里倒追她的女孩子多的是，偏偏这贱人不识好歹，哼，等表哥把她娶到手，家产到手后就有她好看的。想是这么想，但刘雪儿还是老老实实的拿起手机给我发了信息。我此时刚进家门，就看到了刘雪儿的消息。亲爱的欢欢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看来是帮姓陈的打探消息来了，真是兄妹情深啊！哼，我毫不客气的把他也拽进黑名单。还亲爱的，恶不恶心？整个大学期间，刘雪儿都粘人无比的跟在我身后，欢欢长欢欢短的。要不是上一世死前听到他的那些话，我还真想不到他居然从见第一面起就极恨我了，妥妥的影后啊！不会娱乐圈可惜了。把兄妹俩都拉进黑名单后，我感觉手机都干净了不少。我懒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，好戏在后面呢。忙了一天的我放开音乐，泡了惬意的澡，然后关灯躺在了久违又舒适的床上。咚咚咚，刚入睡的我被一阵敲打声惊醒。末日生存4年养成的警惕使我一瞬间惊坐起来。什么声音？仔细一听，仿佛是楼下传来的剁骨头的声音。这大半夜的，想吃排骨也不能亲自剁呀，订份外卖呗。我很讨厌这种声音。末世后期实在找不到食物，很多人开始吃尸体。粗暴分解时就是这样的声音。虽然现在还是太平盛世，不会发生那么恐怖的事，但听着这种噪音很难睡好。等了好一会，响声还在持续，我便开门下楼。上一世也有这样的响声吗？完全没注意啊。我住在1402，到楼下的时候发现1301的门正开着，里面出来一个披着衣服的寸头，已经在砸1302的门了。有完没完了？大半夜的还不让人睡觉了？里面瞬间安静。过了好一会，正当寸头哥和我都要离开的时候，门开了一个小缝，一张肥腻臃肿的脸探了出来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那男人冲着寸头哥吼道。寸头哥不甘示弱，你屋里做啥呢？响个不停，还不让人睡？我做我的，关你屁事！见两人要吵起来，我赶忙上前，都别吵了，这么晚，
互相体谅下，寸头哥看我一眼，没再吭声，转身回屋。胖男人白我一眼，也关上了门。我无奈摇头，回了楼上。这太平盛世的邻里小摩擦就如此恼人，真不敢想末日啥样。这胖子上一世就不是好东西，撺掇邻居打砸抢，自己躲后面捞好处，阴险得很。第二天我早早下楼，找了家贷款公司，我急需钱，卖房耗时太久，等不及，而且银行房屋抵押贷款额度有限且放款慢，于是我找了高利贷公司，反正末日了也不用还钱。我的房子150平，当初3万1平买入，如今房价跌了，市值约380万，对方说可以借300万，我讲我就要350万，借1周，给你打500万欠条，还拿出户口本复印件，借渣爹之名证明经济实力。负责人眼睛放光，压了我房本，痛快放款，心里暗喜富二代的钱好赚。我拿了钱，又找几个网贷平台贷了100万，凑够450万，接着找装修公司订了防爆玻璃和装甲门，加钱中午就能装。月明风清的房子，1梯2户，共15层，刷电梯卡只能到自家楼层，每层楼梯与入户门间有可上锁不锈钢门，锁上后只能靠电梯到楼层。末日电力系统一崩，电梯就废了，只要锁好楼道门，别人就进不来。我对门空置，上一世无人回来，所以我打算在14楼不锈钢门后再加装防盗门，自家1402的防盗门也换成2道防盗门，4层防护，看谁还能闯进我家，搞定门禁安全。我冲向大型户外用品超市，购入潜水服及装备、睡袋、防潮垫、帐篷、手电筒、收音机，甚至淘到防毒面具，还有口罩、冲锋衣、防寒服等。最后买了洪灾必备的冲锋舟和橡皮艇，每种都多买些，以防极端环境损坏。忙到中午，我在小饭馆吃饭时跟老板娘唠家常，问到煤气罐供货商，又赶到郊区买了2车煤气罐。虽说空间里有水电燃气，但每天能使用时间有限，末日有些东西得有来路，不能凭空变出饭菜惹人怀疑。买完煤气，又在附近厂子买了2卡车煤炭，极寒时用得上。刚出厂子，我就接到装修工人电话，说门窗已到家，我便开车回去。到家看到师傅扛着防爆装甲门，一脸惊愕。小姑娘，你自己住呀，搞这么大阵仗。我笑笑，给我哥装的，他有被害妄想症，不这样不安心。师傅咂咂嘴，开工干活，这边装修正忙，那边刘雪儿周末睡懒觉醒来，发现我没回他消息，再发一条却收到红色感叹号。他怎么把我也删了？刘雪儿又惊又怕，这可是他和表哥进入上流社会的希望，可不能出差错。他匆忙穿衣上楼找我。刘雪儿住8楼，电梯卡刷不了14楼，只能爬楼梯。平时不运动的他累得气喘吁吁，好不容易到14楼，看到师傅装楼道防爆门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晃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招呼完师傅准备出门，就看到了汗流浃背的刘雪儿。刘雪儿见我没反应，尴尬的又问：晃晃，你在楼道门后安防爆门干啥？我恨不得当场收拾他，可装修师傅在旁，社会秩序尚好，我可不想末日来临之后在监狱中。我只瞥了他一眼，你有事？刘雪儿被我冰冷眼神吓到，几天不见，我像变了个人，眼神冷漠还带憎恶。他莫名其妙问道：晃晃，你为啥把我和表哥拉黑？我面无表情，想拉就拉，你有意见？刘雪儿一愣，见我进电梯，忙跟进来。晃晃，是不是有误会？他眼里闪着泪花，装出可怜样。你嫌我表哥烦吗？其实他很好，很多女孩喜欢，可他只钟情你，他很痛苦，不知你为啥躲他。1楼到了，我径直走出电梯，边走边说他太丑了。刘雪儿呆住，你问我为啥不喜欢他？就因为他太丑了。还有你也丑，我不喜欢跟丑八怪走太近。说完我转身离开，刘雪儿愣在原地，许久才反应过来，气得尖叫。邻居囤粮我囤枪，邻居就是我粮仓，我可不想沦为别人的粮仓，所以得把武器囤起来。把刘雪儿气到跳脚的我心情大好，出了小区直奔5金市场。真枪实弹在咱华国管控极严，根本买不到，旁人也一样没辙。上一世人们争斗时多用家用菜刀、斧子、棒球棍这类家伙，杀伤力欠佳不说，还容易误伤自己。我得备点更趁手的油具，有人戏称它是歹徒冷静器，这玩意一拉响，方圆10米谁敢近身？光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就能把对手吓得腿软。虽说它烧汽油这点挺麻烦，但不妨碍我入手。我一口气买了5个油具，还不忘配上5个充电式电锯，空间里有电，随时能充电，方便得很。买完锯子，我又挑了10个射钉枪和配套钉子。射钉枪虽说比不上真枪，可威力也不容小觑，对着要害部位来几下，放倒对手不在话下。从店里出来，我回到车上，麻溜的把东西收进空间，坐在车里琢磨一会，我拨通了母亲生前一位合作伙伴的电话。苏阿姨，你好，我是刘欢欢。刘欢欢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妈妈之前有个收藏品借给您观赏了，我想取回来。是那把3棱刺刀吧？苏阿姨愣了下，估计在想我是不是穷到卖藏品度日了。那刺刀不算名贵，她当时纯因好奇借来瞧瞧，或许念及我可怜，她爽快应下，明天来家里取吧。好嘞，多谢阿姨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又踏实几分。那3棱刺刀，3道棱形血槽，扎住目标后放血极快，窗口难缝合，若是缺衣少药时，堪称夺命凶器。刀有些锈迹，但正合我意，带锈的，妥妥破伤风之刃，杀伤力爆表，解决武器问题。我又在5金市场搜罗一番，扳手、液压钳、油桶、
锤子、螺丝刀、破窗器等工具通通拿下，还购置3个柴油发电机、3个汽油发电机以及1批太阳能板。正想着还有啥遗漏，我猛地一拍脑门，哎呀，救命的药品可不能忘！我想着就赶紧导航去药店囤货。路上瞧见一家水质检测公司，想到空间里的水还没测过，我便取了样品，花1000块加急检测，明天出结果。到了药店，我扯个幌子，家里老人行动不便，我来备些常用药。店员原本玩手机，一听这话，立马热情推荐消炎药、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止痛止泻药、抗生素、药膏、纱布、创可贴。我个挑了些，仔细问清注意事项才离开。囤太多药太扎眼，我按单子多跑几家药店，分批采购，一直忙到下午5点。接到装修师傅完工电话，我才收工回家，查看门窗安装情况，满意的结清尾款，送走师傅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打开空调，从空间掏出麻辣烫和奶茶，热气腾腾的。我边吃边打量四周，防爆门窗，充足物资，比上一世强太多。我打开平板，下载喜欢的剧、综艺，还囤了电子书、视频资源，像小说、地图、美食教程、格斗教程、荒野生存指南啥的。一台平板内存不够，打算明天再买点电子产品。吃完晚饭，我把平板留在家下载，拿着车钥匙下楼。能源问题还没搞定，发电机、油具都眼巴巴等油呢。我开货车到加油站，加满车油，再把油收进空间油桶，跑完一家又一家，忙到半夜12点，收获3000升柴油，累得够呛的。我找个停车场歇脚，刚闭眼不久，就听到附近有轻微动静，探头一瞧，2个瘦小男人正鬼鬼祟祟蹲在卡车旁，这是偷油的油耗子。我早听说临北市有这么群人，专偷油，低价转卖，司机们恨得牙痒痒。眼见他们要溜，我远远跟上。油，眼下可正是我急需的。2个男人驾着银色面包车往城外疾驰，我悄然尾随其后。见车停在一座废弃厂房前，厂房大门紧锁。他们一到，胖男人迅速现身，拉开门，扯着大嗓门嚷嚷：“就你们俩来得快，其他人影都没了，可把我憋坏了。”我停车不远处，把话听得真切，暗想里头就这3人。刚松口气准备下车，红毛男却低声道：“小点声，被人跟上了，是条子吗？不是，是个女的。娘儿们有啥好怕的？我瞅出啥模样？”我适时走上前，微笑着开口：“你好，我想买油，你们这有多少存油？”3人愣住，红毛皱眉：“大半夜跟来就为买油？”我解释：“我现在急缺柴油、汽油，正规渠道量太少，正好碰上你们就想着跟来看看，冒昧了。”胖子打量我，眼里放光，搓着手笑：“妹子要油行，陪哥几个玩玩。”红毛也跟着起哄：“进去谈吧。”我神色平静。3人便引我进厂房，里头杂乱，油桶遍地，柴油92、95、98号汽油一应俱全。我心中暗喜，这些油够撑几10年了。其他人啥时回？我不经意地问。他们要到后半夜去。他们答着，就嬉皮笑脸朝我围上来，伸手要动粗。我身形一闪，躲开咸猪手。红毛恼羞成怒，抬手就扇。臭娘们，不听话弄死你！我抬手挡下，顺势从空间抓出水果刀，2下捅翻红毛。胖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挥拳扑来，我侧身绕到其后，一脚踹向他膝关节。胖子惨叫跪地，仅剩的人慌了神，从角落抽出砍刀冲来。我胳膊一挥，空间里的面粉直扑他脸，呛得他闭眼乱挥刀。我趁机近身，手起刀落抹了他脖子。男人瞬间没了动静，受伤的2人瞪大眼，惊恐万分，结巴求饶：“别过来，我们错了。”哼，刚刚若唤我求饶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说罢，我不再手软。结果2人有油不卖，偏寻死路。我边自语边把油桶收进空间，清理现场，裹好尸体也一并收进空间。出门瞧见红毛的50面包车，末世神车呀，皮实耐造，还能载货。车里还有几桶柴油，钥匙也在。我一股脑收走。回到家后，我累得瘫倒，腰酸背痛，深感体能欠佳。楼下又传来剁骨头的声音，看来1302的猪肉还没处理完。我困得没心思理会，很快入睡。次日醒来，窗外下起小雨，手机显示2030年6月20日，上一世。今日这场雨就是末日开端，明日就会转为特大暴雨席卷全球。我匆忙洗漱，今天得去苏阿姨那取3棱刺刀。刚下楼，手机响起，水质检测报告来了。看到检测结果达标，我心头一松，往山顶别墅区赶去。雨天路滑，我开着租来的轻货车小心翼翼前行。突然，对面驶来一辆纯黑色装甲车，我心头一惊，这是啥？这是骑士15式，价值1600万的防弹装甲车，通体漆黑，宛如钢铁巨兽。车身、玻璃乃至轮胎全方位防弹，整车能扛住15公斤 TNT 炸弹冲击，简直是末日战车。我忍不住回望，眼巴巴目送它绝尘而去，心里直痒痒。这车全国仅2台，别墅区豪车扎堆，以往竟没留意过。思索间，车已到苏姨家，我一路顺畅入屋，屋内奢华。苏姨递来3棱刺刀，我双手接过致谢。她打量着我，心生恻隐，又翻出个精美的首饰盒子。这翡翠吊坠是你母亲所赠，你离家仓促，拿着当个念想。既然是我妈妈给您的，还是您拿着吧。苏姨打断，将盒子塞我手里，转身上楼。小刘送客。保姆上前示意，我若有所思地瞧着她背影，带着吊坠与刺刀离开。上一世我来寻渣爹的时候，苏姨冷眼旁观，如今却赠我东西，人性复杂，富有时乐善好施，末世便只顾自保了。
回程后，我觅了家火锅店，雨天涮肉最惬意，边吃边核对着囤货清单，只差精神食粮没备齐。饭后直奔电脑城，又入手几部平板、手机、内存卡等。晚上好接着下载资料，收好东西，我脚步一顿，迈进宠物店。独居末世，心理压力大，得有个伴。人类不可信，狗狗最忠诚。进店，一抹金色闯入眼帘，它窝在垫子上，懒洋洋把脑袋埋进爪子，抱起来一瞧，非常可爱。它似听到我心声，不满地哼哼了2声。店员笑道：“这是小金毛，不爱叫，才半岁。”我越看越喜欢，敲定它，顺带还买了狗粮、玩具诸多用品。临走，我冲店员说：“气象站朋友讲明天暴雨，屋里可能淹水，你早做准备。”我救不了这些小生命，一句提醒是极限，450万至此见底，只剩3000块。我心情大好，摸摸副驾驶的狗头，走，兜风去。狗狗配合的哼哼。细雨里，我边开车边摊开纸质地图，标记关键地标、商场、季青大楼上半部分的模样。过几天手机导航失灵，全靠它认路了。赶在租车公司下班前，我还了清货车，换租了一辆房车。50虽好，房车更舒适。租期2天，用货车押金抵，再付了5000租金。暴雨一来，车横竖报废，不薅着羊毛可惜。刷光余款，我把房车收入空间，空间里满满当当，530万置换成物资，颇为可观。我抱着狗狗往家走，刚到楼下，就见陈其寿处在单元门口，真是晦气。欢欢，买狗了。我面无表情，你有意见？没，就想问为啥拉黑我。雪儿说你骂我丑八怪，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没误会，就是觉得你们丑。我直白回怼回去。陈其寿一噎，仍不死心。我喜欢你，给个机会好吗？做朋友也行。我累得只想回家，于是敷衍开口，有话明天中午12点，宽城区槐树餐厅。边吃边说。他一听餐厅名，两眼放光，我心中却冷笑。宽城区地势最低，看明天洪水一来，他还能不能乐出来？我不再理会，径直走向电梯。回到家，我把小狗放在地上，从空间找出了狗窝。小狗见我凭空变出窝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小心地凑上前嗅了嗅。我忍不住想笑，傻狗，没毒，这是你的窝。小狗像是听懂了，哼唧一声，扭着小屁股爬进窝。嘿，这狗还挺机灵，给它取啥名呢？看它趴在窝里那胖乎乎、懒洋洋的模样，就叫来福吧。听着简单，说不定还能在末日里给我带来福气。来福，我抓把狗粮递到它嘴边，以后你就叫来福了。来福发出小猪般的哼哼声。许是末日将近，这夜我睡得极不安稳，梦到上一世陈其寿和刘雪儿举着剔骨刀追我，我狂奔时却被刘少庆挡住，他阴笑着把我推向陈其寿。不要！我大喊着惊醒。天已大亮，来福不知何时爬上床，正轻舔我的手心安抚我，我心头一暖，抱住他。上一世已过，这一世定能好好活。拉开窗帘，小雨依旧，我先给来福拌好狗粮，再进厨房忙活，趁有水有电，多做些美食存空间，随用随取。解决早餐后，我搬出各种锅具、炉灶、电炖锅、烤箱、空气炸锅齐上阵，我忙得不可开交，很快做出6道菜。忙到上午11点多的时候，天突然黑了。此前虽小雨不断，但天上亮，此刻却黑云压城，城市陷入黑暗，雨也停了。我看着窗外，内心却知道末世来了。陈其寿拿起手机，还是拉黑的状态，于是只能向服务生借了电话拨过去。喂，你好，欢欢，是我陈其寿，我到槐树餐厅，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哦，我这边有点事情，得迟到会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好的，欢欢。我挂了电话，就让他慢慢等吧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窗外暴雨毫无停歇之势，不知不觉又过去1个小时。这时手机铃声此起彼伏，陈其寿一看是气象局的暴雨红色预警，提醒广大市民留在家中，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，停工停课，危险地带人员请立即转移至安全场所。天哪，这车怎么飘起来了？陈其寿走到窗边瞧了瞧，只见马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行人的腰，一些小型车辆甚至已经飘了起来，这雨势可比前世初见时还要凶猛。陈其寿那家伙肯定慌了神，果不其然，他又借手机打过来。欢欢，你到哪里了？你是哪位？我是陈其寿呀。陈其寿，不认识，好难听的名字。我说完直接挂断电话，没再给他任何机会，拉黑了借给他手机的号码，让他也尝尝被人戏耍的滋味。谁让他上辈子打死我？餐厅里此刻乱作一团，有人为被水冲跑的车哀嚎，有人急着去接被困学校的孩子，有人对着打不通的网约车订单干瞪眼。陈其寿这下知道厉害了，赶忙离开餐厅，可这回积水已经到了胸部，他那停在路边的车都泡报废了，这下他彻底被困住，进退两难。想想他那铁青的脸色，我心里就痛快。而此刻的我正在家里悠哉悠哉地看着电视剧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把窗外湿漉漉的水汽和那些乱糟糟的烦心事都隔绝开来，连一开始焦躁不安的来福都安静下来，惬意地窝在我脚边，抱着个大棒骨啃得正欢。吃完饭，我打开微信，业主群已经吵翻了天，雨怎么下这么大？车都飘起来了，我刚提的新车啊，心疼你1万秒。还好我口袋空空，没钱买车，
这雷打的，莫不是哪位修仙大佬在渡劫？中午那阵突然黑天时，我就觉得不正常，现在这天跟漏了似的，这天色确实不正常，会不会是世界末日来了？看到这条发言，我心想，嘿，还真有人蒙对了。点开一看，原来是15楼的小伙子，笑死了，一场大雨而已，还世界末日？你电影看多了吧？我们学校通知放假了，太好了，刚周一就休息，邻居们回家时候小心点，我刚才差点没掉井里。我退出微信，又点开微博，此时一条京都地铁进水的新闻霸占热搜，视频里好多人被困在地铁里，水淹过了肩膀，有人哭着给家人打电话说遗言，看得我心里一阵发酸。上一世也是这般场景，一开始大家都小瞧这场雨，哪晓得后头是无尽的灾难和死亡，网友们也炸开了锅，评论区一片慌乱。看着这些乱糟糟的消息，我心里压抑得很，放下手机想撸来福转换下心情。咦，一把抱起他，这才瞧见他狗嘴里叼着个项链，仔细一看，是昨天苏阿姨给我的那个翡翠吊坠。小东西，你从哪翻出来的？我拿走吊坠，随手收进空间。突然意识里一阵白光闪过，这感觉难不成空间有变化？我急忙查看，好家伙，空间居然变大了！原本1000平被物资堆满的空间，这回又多出1000平。原本100平米的小洋房也变成了200平米的大房子。我惊喜的差点叫出声，难不成是这吊坠起作用了？妈妈在天上都护着我呢，我心里暖烘烘的。也多亏苏阿姨把吊坠送还回来。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我走向梳妆台，把抽屉里的首饰一股脑全收进空间。眼尖的发现一个翡翠指环瞬间消失了。再一瞧，空间又多出1000平面积，小洋房直接升级成2层楼房。这下我可明白了，翡翠能升级空间，可我之前嫌翡翠饰品显老，没囤多少，手头就一个戒指和这指环是翡翠的。看来以后要多留意收集翡翠了，空间升级的好处太多了。不过眼下看着空出一大半的空间，我又开始犯嘀咕，安全感一下子就缺失了。原本囤得满满当当的，现在多出这么大块地方，感觉物资还是不够。不行，多出来的这2000平一定得想办法填满才行。我翻出空间里的地图，脑子飞速运转，琢磨着新的囤货计划。昨天还车之前，我特意带着地图标记了一些重要地标与商场。记得江北区地势较高之处有个新建商场，明日开业，商品想必已上架。今日暴雨，停工停业，商场定开不了。我打算今晚去林园购，资本家的羊毛不薅白不薅，与其泡烂不如归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定好闹钟上床休息，今晚任务艰巨，得养精蓄锐。另一边，陈其寿被困槐树餐厅3小时，水位见涨，雨不停歇。他正愁难道要在此过夜时，一位车里常备皮划艇的大哥路过，陈其寿忙求带一程。不行啦，老弟，家人就太沉了，划不动，给你1000块，上来吧，老弟不是钱的事，主要看你有缘，哈哈哈。那个人边说边亮收款码。陈其寿坐皮划艇到小区附近下船，家这边水位虽低些，但他趟水回家仍被漂浮物划伤。到家时他手指抖，要是对不准锁孔，只好敲刘雪儿的门。刘雪儿见他狼狈，大惊：其寿哥，你咋了？陈其寿皱眉进屋，快找点碘伏和纱布来。你咋弄成这样？刘晃晃呢？得手了吗？陈其寿包扎时咬牙切齿讲了遭遇，他居然敢放你鸽子，那咱给他点厉害瞧瞧。你想咋做？他不是清高吗？找俩混混陪他玩玩。陈其寿皱眉，太过了，好歹是你未来嫂子。他可不想跟你一起，等他失了清白，我帮着宣传。刘雪儿露出恶毒的笑容，等他身败名裂，众叛亲离，咱再安慰，让他知道只有你要他，不就水到渠成了？雪儿，还是你聪明，就是有点膈应。哎呀，你真当他是妻子，拿了他家产之后，啥女还没有，倒是甩了就行。也对，混混去哪找？包我身上。兄妹俩相视一笑，好似计谋已经得逞，而我正在床上酣睡。半夜12点闹钟响起，我准时起身，来福被惊醒了，他蹭到我身边，我摸摸他的狗头，你继续睡吧，我去搞好东西。他急通人性，又接着睡去。我收拾好工具，穿好衣服下楼，外面积水已经很深，1楼住户下午已避险撤离。我确认好无人后，从空间取出皮划艇划出小区。出小区后不久便换冲锋舟，水里漂浮物很多，半小时的路程开了1个多小时才到商场。这地势高，水才淹到大腿。我用破窗器入内，先毁掉了监控系统，才放心进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商品已经全都上架，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。我直接上1楼超市，货架6层，只淹了2层，密封品都还可以用。我先到零食区，薯片、辣条等各类零食，还有自热食品、方便面，不挑口味全收。再到酒水区，瓶装水、各类酒与饮料、奶制品接入空间。冷冻区有速冻点心、高档食材与玩滑类、水果蔬菜、米面粮油全收。日用品区，洗漱到收纳用品全收，连婴儿与宠物用品都不放过。大约1小时，我就将超市搬空了，仓库存货也没落下。正欲离开去往2楼的时候，却被收银台吸引住了。我来到收银台附近，瞧见那摆着的众多香烟和套套。我自己不抽烟，可心里清楚，这东西到了末世，那就是能当钞票使的硬通货。对于那些老烟民而言，这些香烟堪称末世顶级奢侈品，抽一根就少一根。至于套套，虽说我没男朋友，但我记得上一世别墅区的富豪太太们可是不惜重金抢购，毕竟在那吃人的末世，怀孕就如同半只脚迈进了鬼门关。我大手一挥，把他们一股脑全收进了空间。此时积水又蹿升了许多，我赶忙走向楼梯口，上到2楼。2楼一侧是形形色色的化妆品专柜，另一侧则是琳琅满目的香包和鞋子。我从这头走到那头，手碰到的东西统统收进空间。
间，哪还顾得上挑牌子和款式？到了3楼，全是品牌女装，收掉；5楼家具家私，收掉；6楼是影院，只有个爆米花机值得入手。接着就上到了顶层7楼，这一层是商场老板的私人空间，门紧闭着。我拿出液压钳和大锤，哐哐一顿操作，倒立破门，门一打开，一股阔气劲扑面而来。超大的办公桌和茶台，各种名贵茶叶和茶具，墙上挂着的名家字画，就连屋里随便一个摆件都是古董。最吸引我的当属靠墙那个长4米、重3吨的山水摆件，材质是翡翠的，品相上乘，雕工精美。我欣赏了片刻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收进空间。瞬间，原本被一整个商场物资塞得满满当当的空间，又多出4000平米，200平的2层小楼直接大了一圈。这空间变化咋这么大呢？我一边查看一边感叹，看来空间升级的程度和翡翠的品质大有关系。这个摆件重水不错，个头又大，一下子让我的空间升级这么显著，兴奋劲过了。我自然是把总裁的其他物资照单全收，小冰箱里的 A5 和牛、波士顿龙虾、鱼子酱、黑松露，酒柜里的名酒、唐培里浓香槟、82年的拉菲、飞天茅台等都被我收进了空间，还有雪茄、茶叶、高尔夫球杆、外国名著，甚至还有一盒车钥匙。管它呢，眼睛能看到的都不放过。古董和字画也都收起来。虽说末世里古董不值钱，甚至极寒时期这些字画文物会被人当废纸烧掉，可我的空间大，不收白不收，转眼间就扫荡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一个粉彩的落地瓶，我怎么摸都收不进去。什么情况？我直接上手搬，发现它是固定在地上的。难道这瓶子有啥玄机？我好奇地研究起来，发现它虽然不能离地，但可以转动。于是我慢慢转动瓶身，只见面前的书架也随着缓缓移动，露出一道暗门，居然还有密室。我握紧刺刀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去。密室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普普通通的床和一个小衣柜。这可不符合大佬阔气的风格呀！难道这只是总裁给自己准备的藏身之处？我打量着四周，百无聊赖地打开那个普通衣柜，里面居然满满当当全是金条。这玩意不放保险柜，不放银行，却放在这破衣柜里，总裁可真有个性。我毫不犹豫地把金条全收进空间，然后发现衣柜最下方还有一个大箱子。我把箱子拖出来打开，里面竟然是一把物资冲锋枪。大老板你可真够行的！我看着这真理和半箱子弹，惊得合不拢嘴。这位总裁哪是什么被害妄想症啊？这是真得罪了啥坏蛋集团吧？手枪都不用，直接弄把冲锋枪，随时准备以一敌十啊！这是得多没安全感。办公室里都要藏真理，我一边啧舌，一边把真理和子弹都收进空间。感谢大佬的馈赠，有了这玩意，我顿感如虎添翼。搬空了商场，我来到与它相连的高层写字楼。写字楼有40层，隶属于这家商场，也才刚投入使用。我走进写字楼，趁着电梯现在还能用，我直接先上到最顶层。顶层空空如也，只有东侧有一个小门锁得严严实实。有了搜刮总裁办公室的经验，我知道锁得越牢宝贝越多。于是我又掏出各种工具暴力破门，忙活了好一阵子。打开门才发现是通往天台的楼梯，一个楼梯锁这么严实干啥？我满心无语，费了好大劲才打开的门，我可不甘心白费力气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上去透透气，休息一会。风跑了一宿，我气喘吁吁的。到了上面，我才发现楼顶居然还有一个停机坪，只不过绿色的停机坪上此时空空如也。我忍不住遐想，这要是真有价直升机，那该有多好！遇到地震、海啸啥的，就能直接飞上天避难。正遗憾着呢，突然瞥见远处有一个黑影，我满心疑惑地盯着那轮廓像坦克的物体，走进细瞧，车身是黑色钢板，配着风钢保险杠和菱形线条，竟是其实15式。在山顶别墅去盘山路上，我就对它垂涎不已，没想到会在此处再见。车主能把车弄到楼顶，着实厉害。天台排水良好，车毫发无损。我摸着车身心想，这可是末日战车的不二之选，可惜没钥匙，收进空间也开不了。我突然记起总裁办公室那盒钥匙，连忙跑去一通翻找，在众多豪车钥匙里找到一个带字母 K 的奇特钥匙，按下之后，车灯一闪，开锁了。我迅速将其收入空间，感恩大佬留下的宝藏。我又从天台开始逐层搜楼，多数区域只有普通办公用品，没有什么价值，唯有新入驻公司的水泥、瓷砖、石材和油漆等装修材料吸引了我。我深知末世里这些东西可用于在官方基地里换房，上一世的流浪逃亡让我明白提前规划的重要性，于是将它们统统收入空间。离开写字楼时已是凌晨3点半，雨还在下。我驾驶冲锋舟回小区，途中发现了一家没人的制药厂，进去一看，日常用药、中草药、疫苗和少量医疗器械应有尽有。末世中疾病肆虐，药品就是生命的保障。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珍贵物资收入囊中，感叹今夜收获满满。回到小区时，水位已淹没1楼，即将到达2楼。我快步回家，来福欢快地扑上来，我安抚好他，换了身衣服，煮了碗姜汤喝下，又洗了热水澡，才昏昏睡去。清晨 ，AW139 直升机降落在高楼楼顶。西装男下来后，看到天台空荡，大惊失色。进入商场更是瞠目结舌，里面空空荡荡。他匆忙跑到7楼，看到被打开的办公室和搜空的密室，急忙打电话汇报：老板，东西和装甲车都不见了，商场也空了。老板只扔下一个字：给我查，好好的查。可洪水泛滥，监控全无，他满脸无奈，却也只能遵命。我中午醒来，外面依旧暴雨倾盆，乌云密布。我打开手机，业主群里2楼住户在求救，希望楼上邻居收留。原来积水在1天内就从淹没1楼涨到
快到2楼，水深近4米，救援队忙于外面救援，无暇顾及小区。2楼住户被困，大家虽有同情，但囤粮自保的意识让他们犹豫，毕竟不知被困多久，粮食要省着吃。最后有人因孩子而心软收留了他们。3楼住户目睹这一切，忧心忡忡，不停祈祷雨停。而我清楚，上一世雨一直下到水淹6楼才停。我给来福拌好狗粮，给自己煮了牛肉水饺，与他一同进食。随后我在厨房忙碌起来，专做葱爆羊肉、麻辣小龙虾等味道浓郁的菜肴。趁着现在还有余粮，尽情烹饪，这样在日后缺粮时，食物香味也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此过了几天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，是救援队来了。这几日水位已涨到9米，3楼都已经被淹，他们就玩外面的人，便来转移小区2到4楼的住户去别处。正要离开时，被其他居民团团围住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问雨何时停，索要食物，还想要皮划艇。救援小伙双眼通红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单位也被淹，媳妇现在也下落不明，我们这几天都在忙着救援，为了大家舍弃小家。”众人沉默，小伙趁机带人离开。又过了2天，雨还是没停，积水漫到5楼，第2批救援队却迟迟未到。5楼住户在群里求收留，可这次无人应答，毕竟粮食都不充裕。有人想用米换菜，有人只剩2鸡蛋想换面条，有人却开价300元一袋卖泡面。众人纷纷指责其哄抬物价，1302的胖大叔却全要，还高价收其他粮食。大家说他疯了，我却清楚他已察觉危机。上一世他就精明却心术不正，我没理会这些，忙着给窗户贴上防窥膜，换上遮光帘，又用水泥砂石封死下水道，以防洪水、臭气与蛇虫鼠蚁。之后我收拾空间里的小别墅，便带着来福进入。在空间里，我摆放好床、沙发、桌椅等家具，还把2楼布置成大佬办公室的模样，着重收拾了浴室。毕竟日后洗澡主要靠它，得充分利用每天1小时的空间使用时间。可刚收拾完，我和来福就被踢出空间，来福摔了个4脚朝天，我笑着抱起他。又过2日，网上消息传来，小本子国被海水倒灌沉没，紧接着泡菜国、美丽国也陷入混乱。华国这次也是自顾不暇，整个地球被暴雨笼罩，城市沦为汪洋，食物所剩无几，各个单位的求救电话也打不通。终于，电力系统崩溃，灯光熄灭，网络断开，防空警报声划破寂静。随后，世界陷入死寂，大楼仿若孤岛。我望向窗外，深知末世新纪元已开启，这星球即将陷入极度混乱的时代。断电后，小区被黑暗吞噬，楼道里却人声鼎沸，手机没了信号且电量见底，恐慌在人群中蔓延，大家聚在一起相互诉苦。突然有人喊道：“快存水，说不定水也要停。”众人便作鸟兽散去。此时积水已到6楼，5、6楼的住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后悔没跟着转移，还埋怨邻居。802的刘璇儿和陈其寿把食物凑一起，只剩1碗米和2袋方便面。找刘欢欢吧，他爱美食，肯定有一些存粮。刘璇儿虽不情愿，但也只能无奈同意。2人到了14楼，发现门锁着，敲了半天没回应。刘璇儿想起有装甲门，2人便使劲敲门大喊：“刘欢欢，开门呐！”其实我早听到敲门声，当时正研究发电机说明书，停电会带来诸多不便，我得尽快恢复家里的电力。弄好后又去安置煤气罐，一切就绪才拿菜刀开门。陈其寿和刘璇儿见门开，先是一喜，看到我手中菜刀又有些害怕。陈其寿忙说：“欢欢，我们断粮了，能不能借住或借点吃的？我可以帮你做些家务。”我看着他们，想起上一世的仇恨，心中冷笑：“哼，住可以，交租金。”陈其寿暗骂我物质。我们没现金啊，一旦来网络了，我们就给你转。不行，我怕你们赖账。我言辞拒绝。看着刘璇儿一脸吃翔的表情，那美人给我一只手，就让你们进我家的门。说着我挥刀砍向陈其寿，他躲避不及，胳膊被我划伤。刘璇儿尖叫，转身就跑，陈其寿也跟着逃窜。我没追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在末世让他们痛苦活着才是最好的惩罚。陈其寿兄妹逃回家后，刘璇儿怒道：“这贱人疯了！”陈其寿捂着伤口，2人瘫坐沙发。没过一会，刘璇儿起身恶狠狠道：“不行，得教训教训他。”此时小区内断电断网，连水也停了，许多人已没了食物，无奈之下只得下水去寻物资。我望向窗外，只见人们像下饺子般往水里跳，这水可不安全。如今水深已超15米，那些漂浮物和水底暗流危险重重，不少人刚下水就被划伤，还面临着污水感染的风险。可即便如此，为了不饿死，仍有人不断下水。仅1天，水里就出现了浮尸，但为了活命，还是有人拼命往外游寻找物资。不会游泳的就用大盆、浴缸当船，当然也有想不劳而获的。701的王老太一家就是如此，她挨家挨户敲门，呼喊着：“好邻居，给点吃的吧，老婆子我饿了2天了。”可无人回应，她又哭闹着：“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我的2个娃娃都饿瘦了。”有人被烦得不行，隔着门吼道：“你家那是娃娃，2个30多岁的壮汉，膀大腰圆的，想吃不会自己去找。”王老太却怒目圆瞪，骂骂咧咧回了家，还念叨着年轻人不尊老爱幼。第2天夜里，王老太家的2个儿子从7楼偷偷出来，摸到了14楼。他们早就注意到我这个独居的女孩，听8楼的陈其寿兄妹说我家有不少存粮，便起了坏心思。这俩家伙以前就偷鸡摸狗惯了，
不费什么劲就打开了楼道的不锈钢门。看到里面的装甲门时还抱怨我违建，他们费了好大功夫打开装甲门后，又对着我家的防盗门下手，折腾了1个多小时才打开。门开后，他们正得意，却对上我的眼睛。我穿着睡衣，脚边是来福。王老大掏出匕首，威胁我让开。我面不改色，从身后拽出3棱刺刀。这些天我一直在练习格斗，正愁没对手，这俩家伙就送上门了。王老大还在那大放厥词，说我一个女人还敢反抗。话没说完，我一把拽过他，王老大瞪大双眼倒下了。王老二胆子小，直接瘫倒在地，吓得尿了裤子，嘴里喊着救命。我拿着刺刀指着他，命令他把打开的门都恢复原样。好，我这就给你修，这就修，保证恢复如初。王老二颤颤巍巍的修锁，手止不住的抖。修好了，夕颜，我给您修好了。他紧张的看着我，叫我检查门锁，瞅准空子冲出去，边跑边喊：救命啊！杀人了，1402杀人了！我没想到他跑得这么快，拿着3棱刺追上，刺中他肩膀，可他还是跑回了7楼。上下楼层的住户听到动静，吓得挤成一团。我没管他们，追下去直接解决了王老二，直接让他们暴尸在楼道。我就是要让这些邻居知道我不好惹，上一世他们就没安好心，如今末世来临，我得先立威。第二天，邻居们战战兢兢开门，看到楼道血迹都吓坏了。这事儿传得邪乎，都说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王老太发现儿子嘎了，撒泼打滚要报警，可没信号也没警局了。他挨家敲门讨说法，没人理他。他平时就爱道德绑架，抢特价菜厉害，公交上倚老卖老，小区里碰瓷，大家都讨厌他。有人忍不住讥讽他，他也只能灰溜溜回家。陈其寿和刘璇也被吓到了，原本想算计我，这下没了主意。我这一杀，让一些人动了歪心思。5楼和6楼的住户没吃的，于是撬开了王老太家门，发现他家有50斤大米，众人占了他家，又发现了陈其寿兄妹空置的802。刘璇他们敢怒不敢言，王老太也被扔了出来。有了开头，小区就乱了，有人开始偷抢，每天哭喊声、抢砸声不断，但大家都不敢惹我。王老太不知去向，王家兄弟尸体被扔到洪水里。在这末世，我清楚必须小心。邻居们的恶劣嘴脸我已看清，我要守住自己的家，保护好来福和自己。我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。一天晚上，我正串着肉准备和来福吃烧烤，突然听到13楼传来尖叫：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我一下愣住了。上一世这事最多就是小偷小摸，怎么会有杀人的事？谁这么狠？自从我重生后，事情基本都按前世轨迹发展。我靠着对未来的先知能力过得还算顺利。这个意外让我警觉起来，决定下楼看看。在楼下，我看到喊叫的是1301的寸头男。原来他知道对门胖大叔家在暴雨前收了半扇猪，还买了很多泡面，就想去偷东西。进了屋，他发现泡面不多了，厨房却有不少炸肉干，因为冰箱断电，肉都做成肉干保存。寸头兴奋地往包里装肉干，可装着，竟发现一只人耳朵，再一看还有手指头，他吓得大叫起来，叫声惊醒了胖大叔。胖大叔跑来怒吼：你在干什么？寸头看到胖大叔吓得直哆嗦，他之前觉得胖大叔老实，没想到他家藏着尸体，想起之前这家人说剁猪肉，现在才明白是在处理尸体，他吓得不轻，看着胖大叔的脸，只觉得阴森。这时卧室出来一个年轻女人，寸头意识到这不是胖大叔的老婆，猜出了肉干的来历，他又惊又怕，拿起菜刀挥舞着喊：我警告你们，别过来！你们这2个变态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胖大叔和女人不敢靠近，寸头趁机跑回了家，胖大叔没追上。赵哥怎么办？被人发现了。没事，他报不了警，等肉吃完就没证据了。真有警察来，就说我老婆下水找物资失踪了。他说完就拉着女人回去睡觉了。这胖大叔叫赵崇，本来没什么本事，靠甜言蜜语娶了个有钱老婆，后来和女同事钱小芳搞在一起，被老婆发现后，老婆要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，他一气之下杀了老婆，本想抛尸，结果天灾来了，被困在家里，存粮少了，他们竟打起了这肉的主意。我躲在楼梯转角，听完这些，不像寸头那么惊慌。上一世我见过太多黑暗，知道在末世，这种人没了约束会更肆无忌惮，批判也没用，不如远离。我一边往家走一边想，上一世只知道赵崇爱挑拨离间，没想到他杀妻，这一世怎么就被寸头发现了呢？其实是我重生引起的蝴蝶效应。上一世我没和陈其寿兄妹闹僵，小区没这么快乱，赵崇家的肉干那时都快吃完了，这一世却被寸头撞见了。寸头跑回家，惊魂未定，他老婆甜心出来问情况，寸头哭着讲了经过，甜心很震惊，让他以后别学别人偷抢，还叮嘱他别把这事说出去，离赵崇远点。寸头答应了。过了几天，小区安静下来，东西抢得差不多了，大家都饿肚子，好在雨水停了，天也亮了，人们看到希望，纷纷出门找物资，有人找到水里的薯片、泡水西瓜，还有人找到皮划艇拿回来换粮食。我深知一直闭门不出会让人觉得我物资充裕，容易引人觊觎，便背着包倒着冲锋舟出发了。如今积水已到6楼，7楼变成了大家进出的通道。我刚到7楼，就碰上单元里的住户们准备组队出门搜寻物资。如今世道混乱，外面常有人为争抢物资大打出手，为了安全和收获更多，大家便以楼栋为单位结伴行。虽说之前大家因为溜门撬锁的事心存芥蒂，但几次单打独斗被劫后，也只能暂时放下恩怨，携手合作。除了我和15楼的周平母子，其他
他人都在，我的冲锋舟在一众盆子大缸之中格外显眼。众人虽眼馋，但看到是我，想起楼道那触目惊心的血迹，便打消了不好的念头。1302的胖大叔赵崇满脸堆笑的凑过来，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。你好，我是赵崇，我现在是咱们这单元的临时队长，你是刘欢欢吧？跟我们一起找物资安全线。我瞧了瞧他，其他人都瘦了不少，唯有他依旧胖的流油，想必是他家的肉干让他衣食无忧。我果断拒绝，不用，我习惯自己行动，我可不想与他们同行，既不方便使用空间，他们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。上一世我就有过教训，每次搜寻到的物资少得可怜，根本不够分。陈其寿和刘雪儿也在队伍中，陈其寿欲言又止，被刘雪儿拉住，两人偷偷打量我，我直接无视。倒是1301的寸头也在队伍里，牵着老婆躲在最后，与赵崇保持距离，显然上次的事让他心有余悸。我暗自感叹，这末世真是无奇不有，杀人凶手和目击者竟能一同组队。赵崇仍不死心，再次劝道：外面危险，组队更安全。我心里明白他的算盘，不过是想借助我的冲锋舟和能力罢了。我再次冷硬回绝，多谢，我不组队。说罢，不再理会众人复杂的眼神，踏上冲锋舟疾驰而去。赵崇碰了一鼻子灰，有些尴尬和恼怒，但还是强装镇定地招呼大家出发。陈其寿兄妹望着我的背影，眼神中满是嫉妒和贪婪。哟，你看他一点没瘦，还容光焕发，他家肯定有不少存粮。我驾驶冲锋舟驶出小区，外面到处是组队搜寻的人群，他们见到高楼便破窗而入，我避开他们，朝着人少的地方前行。我空间里的物资足够我生活很久，此次出门我另有目的，寻找翡翠。我深知空间有升级的潜力，而翡翠或许就是关键。商场被淹，去专柜找翡翠太过危险和繁琐。我得知宽城区举办过赌石大会，且暴雨石活动未结束，那里肯定有不少原石。经过漫长的行程，我终于抵达宽城区，这里地势低洼，几乎全被淹没，水面寂静无声。我找到广场位置，留下来扶，穿戴好装备，下水游了一段距离后，我来到赌石大会现场，看着那些灰扑扑的原石，我虽不懂如何鉴别，但也无暇顾及，直接将它们收入空间。我发现翡翠成色好的空间会大幅扩展，成色差的扩展有限，没有翡翠的空间则无反应。这赌石果然风险莫测，那些空间不收的石头我也留着，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随着原石不断被收入空间，空间面积迅速突破100万平，戒指也变得更加通透，我兴奋不已。然而就在我继续收取时，空间却突然停止了变化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此时的空间一望无际，我已经估算不出实际的面积，小别墅不知何时已变成了一座豪华庄园，广场上还剩3块原石未收，但空间似乎不再有变化，难道已经达到了峰值？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把剩下的原石收入空间，虽然它没有再扩大，但翡翠依旧被吸收了。处理完所有原石后，我感到些许脱力，便转身往回游。来福站在原地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听到水声，他立刻激动起来。我从空间里掏出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，一人一狗简单解决了午餐。吃完包子，我发动冲锋舟，准备去其他地方看看。不久，一阵马达声传来，前方不远处驶来一条充气式冲锋舟，后面拖着皮划艇，加起来大约7、8个人。我立刻谨慎起来，从空间里拿出射钉枪警戒。这些人渐渐靠近，看到我穿着潜水服和全套装备，眼中露出贪婪的目光。那个女的身上背着氧气瓶，我们能用这个下水搜物资，她的冲锋舟貌似也不错，速度很快。我蹙眉，看着他们慢慢接近。你们挡住我的路了。我主动开口，为首的男人拎着个消防斧，不怀好意地说：交个朋友如何？跟你做朋友有什么好处？我嗤笑。小能，做人不能这么功利啊！你们不功利，不想要我的冲锋舟和装备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响铃，识相点，把所有东西都留下，我们就放你走。狗也留下，自从吃了我家大黄，很久没沾荤腥了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，哼，要是我不呢？对方的冲锋舟突然加速向我撞来，为首的男子抡起了斧子，我迅速反应，连射几枪，他们的冲锋舟和皮划艇开始漏气，几个女人瞬间慌乱起来。为首的男人想登船，却被我一枪击中头部，他的妻子尖叫着捡起斧头向我砍来，我闪身躲过，射中了他的眼睛。混乱中，皮划艇沉没，上面没入了水，冲锋舟上的其他人也开始求救或试图登船。我一脚踢开了那个女人，然后对着最后一个男人说：就是你，刚才说吃了自己的狗。他吓得不敢动弹，手中的菜刀脱手。正当我想补枪时，来福突然窜出来，咬住了那人的要害，那人疼得歇斯底里，跌入水中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喊道：来福，回来！此时对面的冲锋舟彻底沉没，水里只剩下2个会游泳的人，女的拼命往远处游，男的受伤了，试图往我的船上爬。我面无表情，抓住男人的头，把他按入水中。男人在水中不断挣扎，意识逐渐模糊。我看着男人渐渐沉入水中，启动冲锋舟追向最后一个女人。他一边拼命向前游，一边求饶：放过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开着冲锋舟直接撞过去，人多的时候仗势欺人，想抢我的装备，是我家来福，现在才说自己做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晚了。水面很快恢复了平静，仿佛这群人从未出现过。我拿出毛巾给湿漉漉的来福擦身，来福，以后不可以乱咬人的要害部位，多脏啊！
你是小女孩，要淑女，知道吗？来福乖巧的倚在我身边，哼哼唧唧。看完狗狗后，我又让它重新进到背包里，然后把潜水服换下来收进空间，避免再引起争端。发动冲锋舟向宽城区更深处驶去。刚才听那些人说要去科技大厦，我才猛然想起宽城区还有一栋高层大厦，只不过大厦的位置在城市最边缘，几乎要穿越整个宽城区。如果没有冲锋舟，单靠皮划艇甚至塑料大盆，根本没法到达那里。开了2个小时，终于抵达科技大厦。一望无际的洪水中，那座大厦孤零零地屹立在水面上，大楼顶部的泰宇科技大厦牌子依然熠熠生辉。泰宇集团是本省第2大集团，主业是电子产品，但这些年在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。这栋大厦是他们在临北市的总部。我慢慢靠过去，见四下无人，便把冲锋舟收进空间，带着背包走进大厦。宽城区地势低，大厦下面11层都被淹没了，只有最上面6层楼还在水上。我直接从12楼的窗户进入，这里没人搜过，一切都整整齐齐的，仿佛还是天灾前的样子。13楼是装修公司，我将其所有的办公用品、零食、装修材料，包括样品瓷砖、可拆卸地板、防水涂料、防爆玻璃、装甲门等都收入空间。14楼是创新科技公司，30万的最新款无人机，续航能力强，搭载超清摄像，一共有3台，我直接全部销纳。15楼是种子公司，各类粮食种子、果树种、花种等少量样品分类存放，我把所有种子都收入空间。16楼是泰宇集团的汽车研发部门，我在这层找到不少汽车零件、保养机油、汽车用品等，也都收入空间。搜完这些楼层，只剩下顶层17楼了。我来到楼梯间，刚想上楼，突然听到下面传来许多嘈杂的脚步声，心中一惊，赶紧停住，有人来了。